迟到了30分钟，导致被他说了很久，甚至一度他跟我说他已经想回家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日本千万别迟到，如果是答应别人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参加日高屋的研修，也就是实习指导。研修已经结束了，实际上他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教你各种行为怎么做啊，包括你怎么去下订单等等。因为那个店长给我预约的是服务员的一些培训，所以说实际上比在后厨的培训我感觉要麻烦得多。说实话，有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是，我今天帮朋友去办理区域所登记，住址登记的过程中忘记看时间了，结果导致我迟到了30分钟。好，今天陪朋友一起来办理这个住所登记。日本人是非常看重你这些行为的，所以说我刚进门的时候，因为我迟到了30分钟，导致被他说了很久，甚至一度他跟我说他已经想回家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日本千万别迟到，如果是答应别人的事情，尤其是类似于这种兼职，还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尽量不要迟到。迟到的话，真的他们会态度一下子就转变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说，我不太清楚他说的具体的意思，但是我能猜到，就是太失礼了，就是你表现的真的让人很生气，类似于这种，然后就很讨厌等等，就说的很直白。然后他后面还跟我说，现在想回家了，就不太想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真的，我刚开始感觉特别的愧疚，特别的抱歉。后面渐渐的他开始按照流程教我，然后在交谈的过程中知道我也是一个比较礼貌的人，然后比较虚心学习的人。后面慢慢的就聊着聊着就笑起来了，后面就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在学习。但是他们的培训真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认真，真的中间没有一点点聊闲话，就是完全就是一点点的教你包括怎么去进门打招呼，包括怎么整理这个服装各种礼仪，还有怎么去下单，然后教你怎么去点菜各种语言常用的一些礼貌用语等等。后面还会教你怎么去结账如果说人家要用这个积分或者是说某一些会员卡还有这个开发票等等，全部会讲得很到位尤其是有一点细节我非常的清晰就是中间有一个内容比如说这个店员要上这个饮料还有汤这种食物的时候，那个盘子他用盘子端过去，对吧？然后那个杯子要放在那个离客人比较远一点的那个角落，比如说客人坐在左下角，那么你要把那个盘子放在右上角，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放到离顾客远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不容易就是把那个水洒到地上，那这个是原因。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就是。他们结完账之后，他们会用那个消毒水，然后洗一下手，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点，真的可惜在里面我没办法拍里面的一些细节给大家看不过我有一些小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真的感觉这些在日本这些大连锁店真的培训等等各方面真的流程非常的正规，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来到日本也尽量去找一些连锁品牌的店去打工我感觉这样子会能够更加的让你得到各方面的提升吧，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礼仪方面的那个行为举止也好，真的提升会非常有帮助。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这种大的连锁门店去当服务员，就是大厅里面帮忙，而不是说去厨房帮忙。因为大厅里面帮忙的话要经常说话，所以说真的会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也就会导致你学习的很快这样子。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像这种大型的这个连锁门店，如果你要当服务员的话，它这个培训非常正规全程是用日语跟你去培训的，要讲4个小时。我是下午5点要到晚上9点钟
然后这个培训非常久，全程用日语。如果说你的口语不是很好，你的听力不是很好的话，真的会很为难。然后人家也能感觉出来，就是会觉得你这个日语口语太差了，听力太差了，然后教的会很不耐烦啊。我不太确定他们这个培训有没有这个评分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如果说你的口语听力不是很好的话，那真的会很麻烦啊！不说你这个店里面试就算过了，我不确定这个研修的时候会不会对你产生影响啊，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我有很多没有听懂，但是那个工作人员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刚开始对我印象很差，后面我的认真态度给他挽救回来了。